现在全球都在关注大语言模型的参数增长，或者英伟达芯片的最新售价，大家被这些技术参数吸引了注意力，却忽略了一个商业事实：决定人工智能时代利润分配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规则。回顾过去几十年科技发展史，获取最大利润的往往是制定标准的人，这就是现实。当市场还在抢购高端显卡时，跨国资本已经在布局下一个10年的规则了。2026年第一 AI 人工智能峰会将在新加坡召开。如果你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技术展销会或产品发布会，那就误判了当前局势。这是一场关于全球数字资产安全治理的规则竞争。今天我们抛开技术名词，用具体数据为你拆解新加坡的科技治理模式。为什么一个国土面积小、缺乏算力、基础设施和廉价能源的经济体，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动荡的时代，成为跨国科技公司存放核心资产的首选地？答案不在于补贴，在于规则。接下来几分钟，我将带你看透背后的逻辑。这关乎一个国家的宏观战略，也关乎普通人未来几年的财务规划。请看到最后。看清宏观趋势的第一步是观察资本流向。在当前的全球地缘科技博弈下，跨国公司每天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目前最担心的不是技术落后、竞争对手，而是随时可能降临的政策变动。今天在这个国家面临反垄断调查，明天在那个国家遭到数据安全重罚，这是跨国企业面临的重大风险。资本流向不会撒谎。根据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发布的2024年报告，数字经济对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18.6%。 这个数字意味着数字经济超越了许多传统支柱产业，它成为了国家经济运转的核心部分。为什么像 Visa、摩根大通、星展银行这些顶级金融机构都选择在新加坡测试资产代币化和跨境支付技术？原因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进的 Project Guardian 项目中。这个项目是在一个受监管的环境里划定一个测试区域，让企业可以测试前沿的金融科技。对于跨国财团来说，新加坡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税收减免或免费办公楼，而是全球范围内稀缺的监管信任。当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还在为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争论，甚至向科技公司开出高额罚单，导致企业在创新上畏首畏尾时，新加坡已经搭建好了测试环境。资本天生逐利，但资本在动荡时期更看重如何规避风险。当大量资金和技术团队在世界地图上寻找落脚点时，一个高度可预期、规则透明的政策环境就是最大的吸引力。这就是新加坡在巨头博弈中摸索出的生存之道，也是它的核心优势。这种备受资本关注的新加坡科技治理模式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核心机制是用监管信任换取创新资本。为了弄懂这个机制，我们必须剖析全国人工智能战略 2.0。 这份文件明确宣告，新加坡的战略目标已经从采用人工智能提高社会运转效率，转向了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价值链。为了支撑这个目标，新加坡政府设定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以上。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这是一个超出许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数字。投入资金只是第一步，新加坡的压倒性优势在于对前沿规则的把控。2020年，当许多国家还没明确大模型概念时，新加坡就发布了首个模型治理框架。接着，他们推出了全球首个治理测试工具包 AI Verify， 针对发展迅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这套标准还在不断自我迭代。新加坡保持着贴近产业的治理节奏。很多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过早的监管会扼杀技术创新。但在数字资产和人工智能这种前沿领域，如果没有清晰的边界，大资本不敢把资金投入进来。以 AI Verify 为例，它不是一份充满官僚气息的惩罚文件，而是一套具有实操性的开源测试框架。假设你是一家开发人工智能招聘系统的初创企业，你可以直接通过这套工具，用客观的数据向潜在客户和监管机构证明，你的模型在筛选简历时是公平的，没有任何种族或性别偏见，并且决策路径可解释且安全。这种将道德伦理原则转化为程序员能够执行的技术指标的能力，是新加坡在 AI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新加坡高层明白，他们不谋求在算力规模或能源消耗上与中美等大国直接竞争，这不切实际。相反，新加坡致力于成为全球数字资产安全和治理的中心。当你把企业核心商业数据和数字资产存放在这里时，你知道明确的法规边界在哪里，知道核心资产受到了法律保护。这也是为什么2026年的第一 AI 峰会备受瞩目，连顶级风投都在提前布局，因为在这里讨论的将是决定未来10年全球数字经济运转的法则。
规则决定一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认为严格的前置治理是限制了技术生长空间，还是为商业创新提供了保障？国家战略和资本市场的数字，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普通人的生计和工作上。对于很多35岁左右的新加坡职场人来说，现实充满压力。每个月背着几十万的祖屋房贷，计算着公积金 CPF 账户里的余额，规划着退休生活。此时，人工智能的爆发带来的不是科技改变生活的喜悦，而是技术性失业的恐慌。当最新迭代的算法已经可以高效廉价地替代初级金融分析师、初级程序员，甚至是负责撰写标准合同的法律顾问时，作为一个普通人该如何自处？你在未来职场中的不可替代价值在哪里？新加坡模式令人深思的另一面，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防御体系。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小国，新加坡承受不起数字鸿沟带来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政府迅速推出了全国影响应对计划，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政府直接投入资金，支持多达10万名劳动者进行技能转型。10万人在新加坡有限的劳动力总数中，是一个有分量的比例。这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行政任务，更是整个社会生态、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协同行动。在人才培养源头，像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样的高校已经采取措施，将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嵌入到所有学科的全科教育中，并联合行业头部企业提供密集的在职培训。这意味着，哪怕你是学历史或文学的纯文科生，也必须懂得如何用最新的 AI 工具优化工作流，否则你拿不到进入未来职场的入场券。在产业落地的最前线，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 乘 Star 构建了一套技术转化机制，他们要求技术能够迅速变成市场上能发工资的岗位。举个具体的例子，当他们耗资研发出用于高端制造业的最新 AI 视觉质检模型后，会直接将系统连同操作培训打包输出给本地的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在流水线上用肉眼检查瑕疵的工人并没有被开除，他们经过系统培训，转型成为了 AI 系统监督员这样的全新岗位。当世界上其他地方还在为 AI 会不会抢走工作而争论抗议时，新加坡已经把终身学习变成了一项维持社会运转的强制性措施。焦虑是客观存在的，在这场技术变革中，没有人能完全置身事外，但这个国家规划的转型通道是清晰明确的。在 AI 时代，生存不能靠施舍，必须依靠自己不断学习和自我突破。看透这一层层深层逻辑后，你会明白，新加坡能在全球科技竞赛中保持领先的原因，不在于拥有多少个超算数据中心，或者囤积了多少张英伟达显卡。新加坡凭借的是前瞻性的治理理念和对数字资产严密的监管体系，在动荡的全球地缘局势中，成功打造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科技中立国。他们绝不轻易站队，只为全球资本提供安全和信任。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到 DEAI 2026峰会这种全球行业标准的输出，再到覆盖10万普通劳动者的技能重构计划，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理解这个时代趋势，不仅是为了增加谈资，更是为了抓住未来几年核心的财富逻辑。在人工智能掀起的这场工业革命中，不要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被动消费端的用户，每天只是拿 AI 生成几张图片或者写几封邮件。你要试着理解新时代的商业运行规则，关注那些符合监管趋势的新兴产业，将个人技能毫不犹豫地向不可替代的治理、合规以及 AI 协同岗位靠拢。认知的高度决定财富的厚度。如果你想持续看懂新加坡科技行业的深层逻辑，想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抓住本地乃至全球的产业红利，不被时代淘汰，请现在就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你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商业深度拆解。最后，我想在评论区听听大家的声音，请告诉我，你目前所在的行业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有多大？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存危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和见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